老头儿、老太太，这几天的风头出够了吧？抢了哥几个的饭碗，今天这摊子你们是摆不下去了，要么滚，要么我帮你们把车掀了。你先一个试试。我虽然老了，但对付你们几个小毛孩子还不在话下。掀了我们的摊子，你们的生意就能好吗？你们的口味老化，缺乏创新，被市场淘汰是早晚的事。这3天，你们几个摊位的营业额加起来不到300块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打个商量吧。既然打不过，不如加入。我们现在进行资产参储，带着你们一起赚钱，干不干？我们的豆腐为什么好卖？因为核心技术在老陆的火候和我的秘制酱料。现在我们要搞中央厨房和加盟，我和老陆负责每天统一进货和调配酱料，你们3家把自己的推车改造成我们的分摊，统一挂老陆铁板豆腐的招牌。你们拿货去卖，利润我们抽30%，剩下的全归你们。我保证你们每天赚的绝对比以前多2倍。那我们不会烤怎么办？这个简单，由我们的技术总监老陆对你们进行 SOP 培训。对，火候、翻面的次数，我都会量化成标准交给你们。苏姐，以后我们跟着您干。秦妹子，谁能想到啊？前2天咱俩还在天桥底下喝西北风，现在居连门都不用出，天天在这出租屋里熬几锅酱，就等着人家上门交加风费了。咱俩现在这做派，俨然成了这夜市里的资本家呀。这就叫商业模式升级，靠出卖体力能赚几个钱？制定行业标准，掌握核心供应链，让别人替你赚钱，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就靠这2锅酱料，真能一直拿捏住那帮人精。配方在我的脑子里，火候在你的手里。只要这核心技术壁垒别人攻不破，这加盟费他们就得心甘情愿的一直交。行了，陆技术总监，别偷懒儿，火候过了，味道就不对了。得嘞，苏大老板，您就请好吧。下午去批发市场进调料的时候，路过日化店，顺手买的。老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图什么？秦妹子，我这人大半辈子没个知冷知热的伴儿，现在咱俩搭伙过日子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着你？你们这属于垄断涨价，违背市场规律。大妈，别跟我拽什么词儿。整个北区就我一家能每天供应500板鲜豆腐，你们要是不买，今晚你们那些加盟摊就得喝西北风。是吗？南区的张记豆腐虽然远，但如果我每天包下他们500板的产能，他们不仅愿意以原价供货，还会倒贴运费。不仅如此，我现在手里攥着10个摊位的渠道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众筹资金自己买2台磨浆机，建个小型加工厂。老刘，做生意讲究细水长流，你想杀鸡取卵，我就让你这厂子连根毛都剩不下。降价10%，签订1年期保价供货合同，否则咱们走着瞧。我签，我马上签。对付这种老油条，还得是咱俩双管齐下，必须租个实体店面做中央厨房，彻底摆脱路边摊的游击战状态。这铺子可是风水宝地，前任老板发了财才转租的。看你们年纪大，租金1个月12000，另外还得替前任老板交2万的转让费，不讲价。风水宝地，这面承重墙被前任租户违规打薄了至少10公分，楼上如果有大件家具，随时有开裂倒塌的风险，这属于重大安全隐患。你想找接盘侠？你个老头懂什么？他以前在工地上当包工头的，最懂这个。违规建筑如果捅到房管局，你这铺子得被查封整改。现在我们愿意租，租金6000，转让费1分没有，另外3个月内免租期，算作我们修补墙体的工程费，签不签？
二位，你们以前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我们就是普通的老头老太太，懂点常识罢了。叮咚，请 A035号到3号柜台办理业务。办一张企业联名卡，把这5万存进去。大佬出场。陆总，您这边请。坏了，秦妹子，我那个钱老板的死对头在楼上，就是那个到处抓人的霸总。绝对不行，我还指望着跟老陆把这新摊子支棱起来呢，绝不能让这丫头坏了我的大计。低头扫地。哎呀妈呀，这地咋这么脏呢？是。老陆，这墙皮剥落的太厉害了，要是全刷大白，咱们的预算得超2000块。不用刷，我当年在工地上最讲究的就是建筑的原始肌理。咱们把管路走明线，刷上一层清漆防掉灰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工业风、网际风。太对了，我们不仅不吊顶，还要用最便宜的暖色射灯打在红砖上。这在高级商场里叫极简轻奢叙利亚风。歇会儿吧，秦妹子，瞧你这脸，都快抹成花猫了。累是真累，但这心里头啊，怎么比以前都踏实呢？是啊，明儿个咱们可就是正儿八经的老板了。喂，秦妹子，喇叭我试过了，声音贼亮堂，就按咱们在夜市的老规矩，大喇叭一架，喊上几嗓，开业大吉，免费试吃，保准这整条街的客流都往咱们这儿挤。打住，老陆！咋了？不试吃不吆喝，人家凭什么进咱们这新店啊？以前在夜市，那是地摊经济，靠的是扯嗓子吆喝和贪便宜的心理。但现在不一样啦，老陆，你非常清楚，一旦有了实体店，咱们的品牌定位就必须升级。如果挂着这么漂亮的招牌，还用大喇叭在门口喊免费试吃，只会把咱们的店面拉回廉价大排档的档次。我们要赚的是愿意为环境、品质和招牌买单的钱。听着挺玄乎，也就是咱们现在得端着点儿，装高端了呗。哎呦，老太太，你们卖个8块钱的豆腐，还搞饥饿营销啊？现在的年轻人可没耐心排队。这不叫饥饿营销，这叫品牌稀缺性建设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就卖光了，500份啊！以前夜市那帮老主户一看不用大喇叭喊了，一听还限量，跟疯了似的往里挤。秦妹子，要不我再去后厨备点货？不备，让没买到的明天请早。哎呦，老陆，难怪夜市找不到你们，原来跑这儿开起高级店了。群里说现在每天限量，快，先给我来5份。实在对不住，店里新规矩，每人限狗2份。嘿，吃个豆腐还得靠抢了是吧？越限客我还非得吃过瘾不可。媳妇儿，你快过来给我分开排。可是外面还有好些排了半天队没买着的呢，正隔着玻璃抱怨咱俩摆谱。唉，这得流失多少生意啊！抱怨就对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顺势推出会员配货制度。去拿个小黑板写上，充200块钱办 VIP 会员卡，以后不仅不用排队，每天还可以为你专属预留一份隐藏菜单——爆浆芝士铁板豆腐。啥玩意儿？买个10块8块的豆腐，你让人家充200块钱的卡，还要搞什么隐藏配货？谁能当这冤大头啊？老陆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他们买的不是豆腐，是不用排队的特权和别人吃不到的稀缺。秦妹子，真有你的！刚才那个探镜网红，居然在视频里管咱们这破砖烂瓦的店叫小吃街的爱马仕。这回咱们是真火了。
陆总，休息一下吧，这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爱马仕豆腐，您尝尝。这字迹的起笔习惯，这狂草的转折，跟我爸签并购案时的签名一模一样。陆总，这字体也跟我们苏董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的风格极其相似，难道？备车，马上按这个外卖地址给我查过去。坏了！秦妹子，快躲起来！外面那个穿西装的年轻大老板，就是我那不小子欠了高利贷的债主。他要是认出我，非得把我绑去深山老林挖煤抵债不可。老陆，太可怕了！你看他旁边那个女的，那是我那个赌鬼侄子惹上的黑社会吹收大姐，她化成灰我都认识。难道他们联手来抓我们了？快换人！你俩现在就是老板，不管外面的人为什么都装傻。今天工资翻3倍。这张卡片是谁写的？帅哥，你买豆腐就扫码，不买别在这挡道。这卡片怎么啦？字写的太丑碍你眼啦？请问这字是谁写的？他人现在在哪儿？买的呗。我们小本生意哪有空手写这个？这是在前面人民公园花100块钱找个拿海绵笔蘸水在地上写字的老头买的，500张呢。你们要找他，明早去荷花这边蹲点吧。陆总，看来是我们多心了。董事长和苏董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卖豆腐，还搞这种小营销？还好秦妹子没怀疑我，还好这老头好忽悠。秦妹子，这实体店虽然赚钱，但目标太大了。今天是我那债主，明天万一你那催收大姐又找上门，咱们这2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啊！老陆，我以前在夜校听人说过，有一种叫 B2B 的啥模式，就是咱们不在街上露面了，去郊区租个破厂房，专门熬那个秘制酱料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批发给别人卖？对，把配方捏在手里，把货批给整条小吃街的摊贩，咱们躲在幕后数钱，再也不怕催收的找上门了。好主意是好主意，可租厂房买设备，起码得再凑个大几万块钱。咱们现在的钱都压在店面押金里了。我今天路过居委会，看到他们在贴告示，明天街道办有个小微企业创投交流会，听说会来几个做水产生意的大老板。老陆，你以前在工地上当包工头，应该见过大老板怎么忽悠人吧？明天你穿上那套旧西装，咱们会给那些土老板讲讲故事，拉点赞助回来。行，老头子，我当年看大老板做 PPT 可看了不少，明天咱们就去碰碰运气。我们的机器能大大提高翻饼效率。你听听，这商业计划书写的是个啥？盈利模式全靠画饼，连最基本的财务模型和风险风控都没有。这要是放我以前，这要是放在正规大公司，这种项目 PPT 连初审都过不去。行了，别忘了咱们现在什么身份。老陆，到你了。各位老板，你们现在投钱搞的这些摊位，那叫赚辛苦钱。我们要做的是底层商业逻辑的重构。哦不，用我以前包工头的话说，就是让别人替我们卖命。我们不卖豆腐，我们卖的是标准化爆款解决方案，只要5万块钱，你们就能入股我们的核心酱料加工厂。我们把半成品批发给全城的夜市摊主，毛利率高达70%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躺在供应链顶端抽成。老陆，你这话当真？真能让外头那些摆散摊的乖乖听话来进咱们的货？只要核心配方和品牌捏在咱们手里，他们想赚钱就只能认咱们的牌子了。高，实在是高！这老头有点东西啊！老哥老嫂子，你们这店生意是不错，但这记账本我看不太懂啊。糟了，昨
昨天算账算得太顺手，不小心用上了苏氏集团 CFO 汇报时的杜邦飞霄法模型。王老板，这是我以前在夜校旁听学来的笨办法。你看，这叫资产转管率，不是，这叫翻台率。我们每天的现金流就是进账，能覆盖3个月的房租。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词儿，我就认准了一点：成本低，利润大。只要垄断了供货，每天躺着都能收现金流。哇，行，我出10万块，占你们工厂51%的股份，以后我就是大股东。不行，我以前的包工头说了，核心技术必须捏在自己手里。哼，10万块最多给你10%的干股，而且你的冷链车得免费借给我们拉货。就是，我们这是大生意。王老板要是嫌贵，隔壁卖猪肉的李老板昨天可还问我呢。这俩摆地摊的老头老太太，怎么谈判气场比区长还吓人？支付宝到账10万元，10万块钱投资款一到账，咱们这小作坊总算有点真工厂的样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调料比例分开配，阿姨们按顺序倒进去熬浆，干得比我以前公司还严密，谁也偷不走咱们的秘制配方。干餐饮，配方就是命，不捂严实点儿。明天街对面就能开10家同样的豆腐店。包装线那边怎么样了？今天的单子能按时发吗？什么叫今天最多只能送500斤？我们要的是3000斤。老王，咱们不是说好了今天加急吗？哎，你这让我怎么排期？喂，坏事了，秦妹子，咱们产能一上来，供应链直接断了。咱们现在一天几千斤的量，原先菜市场那种夫妻小作坊，就算全家老小齐上阵，24小时连轴转，连踩坏3个石磨，也根本满足不了咱们现在的需求。锅里酱熬好了，没豆腐下锅啊！老陆，我昨天在网上找了一家全省最大的豆制品源头工厂，他们不仅价格便宜，还能大批量定制我们需要的尺寸。今天下午，他们区域销售经理就来面谈。干得漂亮啊，秦妹子！这大厂叫什么名字？叫都市农副产品精加工有限责任公司。老陆，哎呦，我这牙疼的受不了了，脸都肿了，这脸不能见风。哎呦，怎么突然牙疼了？你去跟他谈，记住，拼命压价，这帮大公司的销售底线低得很。陆大爷，我们苏氏集团的豆制品那可是全自动化无菌生产线出来的，给您的批发价1.2块一斤，已经是看在您这厂子刚起步的份上给的最低价了。小赵啊，我以前在工地上跟着大老板干，也见过你们这种大厂的套路。你们苏氏北郊那个厂区上个月刚引进了3条德国生产线，对吧？产能过剩，加上现在是淡季，你们库房里至少压了200吨的黄豆原浆，你要是不给我压到8毛钱一斤，我明天就去找你们的死对头张氏集团拿货。到时候你这个月的业绩考核，怕是连及格线都保不住了。这老头怎么对我们内部的产能和库存门儿清？回去得好好查查采购部的账了，被宰成这样都不反抗的吗？不过只要一想到新厂立刻降到冰点的成本线，反正肉都烂在自家锅里，薅自家的羊毛省自家的钱，真香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不用单打独斗走街串线了。我们老陆秘制正式推出城市合伙人计划。老陆，这啥意思啊？咱这满身油烟味颠大厨了，咋还摇身一变成股东了？只要进我们的半成品和酱料，你们不仅能节省4个小时的备菜时间，还能拿到统一的老陆招牌铁板豆腐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实行阶梯返利和末位淘汰制。每个月拿货量前3名的摊主，我们年底免费送1台最新款的电动3轮小吃车；连续3个月拿货量垫底的，取消代理资格。真白送新车啊！有了这酱料，我一天能多卖200份儿。哎呦喂，这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就拿份合同我这就掏钱。排好队，别急。短短半个月，老陆秘制的红色招牌像一阵旋风般席卷了本市的3个大型夜市。两人坐在厂房里数着每天几10万的流水，竟然比当年公司上市敲倒时还要激动。秦妹子，照这个速度，年底咱们就能去市区买套房了。陆总，
我们刚准备进军下沉市场，但在本市几个试点夜市，居然被一家不知名的本土供应链厂商给狙击了。这家叫老陆秘制的厂子，用一套极成熟的加盟体系，把摊贩都绑成了利益共同体。这手法太老辣了，根本不像草根做出来的，倒像是商学院的老狐狸干的。老陆秘制，去查查这家工厂的底细，既然打不过，那就买下来。秦妹子，出大事了！这是本市最大的财团陆氏集团啊！我那个不孝子以前就在他们工地上偷过钢筋，真要是被他们收购了做背调，查出我的底细，非得把我送进去不可啊！整整1000万，早不收购晚不收购，非在这个节骨眼上凑热闹。老陆别慌，资本家都是吸血鬼，1000万就想买我们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，做梦！这收购案我们坚决不接。明天要是他们的人来，咱们就装疯卖傻，把他们打发走。天灵灵，地灵地灵，豆腐神仙快显灵！谁敢买我的厂，我就做法收了他的魂儿。大爷，我们是陆氏集团。啥？你要买我这条命？1000万冥币就想要我的命？老头子，放狗咬他们！大娘，不是冥币，是真钱。外星人要来偷豆腐配方了，启动自毁程序。完美防御。疯了！你们4个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，被2个卖豆腐的老头老太吓跑了。陆总，他们真不是正常人。那个大娘挥舞着大勺子，那个大爷还在做法。装疯卖傻，拒绝收购，这说明他们背后有高人指点，想坐地起价。我倒要亲自去看看这个老陆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就这破地方，还能藏着什么高人？这兔崽子来干嘛？要了老命了！哪怕画质模糊，哪怕那人的脸上抹了泥，那熟悉的骨形魄，华成辉他这个当爹的也认得出来。怎么了，老陆？我那个高利贷债主找上门了。秦妹子，我肚子疼的要命，外面那个穿迷彩服的小子，千万别让他进来，直接赶走。记住，不管他说什么都赶走。干什么的？这应该就是保洁或者管事的。大娘，我叫王大强，我以前是创业的，破产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走投无路，想来你们这里找个活干，混口饭吃。等等，破产欠债，这种人最缺钱，干活最拼命，而且要价最低。最近厂里正缺搬运工，村里的大汉都要4000一个月，太贵了。哎呦，小伙子怪可怜的，咱们这儿正好招搬黄豆的库管。这样吧，管1顿中午饭，不包住，1个月2500，干得好有提成，干不？好狠的黑心作坊，2500，这连本市的最低工作都没够上吧？行，我干。2500，行，我干。大强啊，咱们厂讲究的是扁平化管理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没有闲人，你得自己找活干。半小时内把这200袋黄豆搬进2号库，超时扣50块钱绩效。顶层健身房确实举铁，但那是练胸肌的。大娘，这没有叉车吗？叉车1天租金200，你的工资1天才80，你算算哪个划算？快点搬，锻炼核心力量。作孽呀，听优，爹对不起你，这都是为了保住爹的马甲啊！几个新来的看着挺壮实，让他下午去搅酱缸，那个活最累人。2500就想买断我，等我拿到配方，非端了你这黑心作坊不可！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名堂。
憋死老子了！捂成这样，那臭小子就算有火眼金睛，也认不出我吧？熬个酱料居然要穿防化服，这黑心作坊到底在搞什么生化武器？你这老狐狸，到底加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？哼，跟我斗！你这身反侦查本事，还是我花钱请保镖教的。想偷配方是吧？行，今天爹就让你开开眼。1号料13香3大勺，2号料老抽半桶，接下来是注入灵魂，倒进昨天的剩菜汤，加上3个月没洗的老汤底子，最后吐口唾沫。不对，讲卫生，不吐了，用大火熬出锅气，直到发黑。就这，我以为是什么高科技分子料理，弄了半天打败陆氏集团餐饮的秘密武器，竟然是这倒胃口的生化武器。难怪他要穿防化服熬酱，这根本不是防高温，是防毒啊！谁在那边？抓商业间谍啊！偷我配方啦！我堂堂陆氏集团掌门人，名校商学院优秀毕业生，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人，居然在这里被2500的底薪白嫖！哎呦，让让！大娘，咱们这厂子的动线设计有严重缺陷。如果把 C 区的清洗槽移到 A 区旁边，形成 U 型生产线，能减少工人每天30%的无效走动。按照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，产能至少能提升40%。这小子的供应链优化方案有点东西啊！大强啊，你这乱七八糟画的什么玩意儿？不过听起来好像能省点电费。行吧，下午按你说的改改试试。大强神了！你用粉笔在地上画了几个圈，把桌子挪了挪。俺们今天连腰都不酸了，干活那是嗖嗖的。你以前怕不是干过包工头吧？包工头？这叫精量生产管理。你们以前那种干法，简直是对时间和人力的双重犯罪。听不懂啥管理，拿去喝。这脑子不考个大专可惜了。雷 B。大强啊，这周辛苦了，你的底层执行力，大娘都看在眼里。苏老板客气了，其实我这个人除了体力好，在统筹和团队管理上也挺有经验的。黑心作坊终于意识到我的价值了，准备高薪挖我当厂长了。苏老板，这就是我的重心！这叫精神激励叠加物质赋能。大强，年轻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，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死工资。这张抵用券是为了让你去夜市一线实地感受咱们产品的市场反馈。大娘看好你，下周继续努力，争取拿个双黄蛋。好，我以前以为自己已经够心黑了，没想到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阎王爷作坊？周扒皮看了要流泪，资本家来了都得去要饭。工友们，根据现代企业管理的28定律，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但拿到的工资只占我们创造利润的5%，这是赤裸裸的剥削。我们要求引进叉车，要求每天加一个肉菜，不答应我们就不干了。大强，啥是28嘛？真的啥拔？加肉菜俺懂，天天水煮白菜咋卖命？就是，俺扇了腰都不给报。大强有学问，听他的。罢工！加肉菜！加肉菜！张翠花，从今天起你就是车间主任，每个月加薪100块，负责监督考勤，谁迟到扣谁钱，扣的钱分你一半。都不许吵了！谁敢闹事儿，我扣光他的全勤奖。本月不参与闹事的，年底评选优秀员工，奖励高档全棉4件套。另外今晚加餐，1人1个卤蛋。听见没？今晚有卤蛋，年底还有4件套。通知我回工位老实干活，谁敢耽误老娘拿100块钱奖金，老娘给他赔命！对，干活！大强啊，你可别瞎起哄了，差点害我们吃不上卤蛋。就是这小子，刚才那什么定律的词儿，全是他教我们喊的。他就是个带头挑事的刺头，我给您把他揪出来了。带头闹事是吧？行，后院那几个最脏最臭的泔水骨，今天全包给你了。刷不出反光来，晚饭别吃了。见鬼了！100块的空头支票，一个4件套的大饼，再加上一个破卤蛋，就凭这点烂东西，3分钟不到就把我精心策划的罢工给瓦解了。这老太太到底是什么妖怪转世？这分化拉拢的手腕，怎么比我集团年薪几百万的人力资源总监还狠啊？
白天当保洁，晚上当保安，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使唤的。赵哥，就是这儿吗？咱们真要往人家酱缸里倒机油啊？这可是缺德带冒烟的活儿。废话，拿钱办事少啰嗦。我好歹也是经历过华尔街做空、操盘过跨国并购的集团总裁，这帮人居然在干什么？半夜剪电线，往对家发酵池里倒机油，这种硬核又朴素的商战手段，属实又一次击穿了我的认知底线。我的猎物，只有我能捏死。马上调2车安保人员过来，穿便衣，把这个场子给我死死围住，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进来。完了！秦妹子，我那个高利贷仇家把黑社会全叫来了，这是要灭我的口啊！苏厂长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请半天病假。请假半天扣50块钱底薪啊！晚上的卤蛋也没你的份儿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干点活就喊疼，去吧。好，扣吧，50块钱，老子分分钟几个亿。老陆、苏姐，赶紧让工人们收拾收拾！听说陆氏集团陆总裁亲自带队来我们厂了，大人物马上就到。这可是大金数啊，咱们得好好招待。不，咱们不能露面，高人都是神秘的。老大哥，一会儿不管那群穿西装的问什么，你就点头就行。啥？要把我的羊卖给穿西装的？200块可不卖！不是卖羊，是让你假装老板。老板吃席，今天中午吃啥席呀？老陆是吧？1000万的收购价不满意，我再加500万，拿了钱把配方留下，这是我给你们最后的底线。500不卖，俺这羊天天吃嫩草，起码得800，还得大量大葱。什么羊？我说的是你们的厂，你们这是在侮辱陆氏集团的智商吗？上面有人，上面是谁？喵呜喵！哎呀，是俺们厂养的招财猫，天天在管道里抓耗子呢。陆总，这厂子卫生条件堪忧啊，猫都进化出回音壁功能了。我不管你们在玩什么花样，1500万签了字，这个厂子就是我的。不卖，除非你把俺家小花娶了。小花可是10里8乡最俊的羊，不可理喻！我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。这小子长得真帅，就是脾气太臭，出手倒是挺阔绰。老陆，要不咱们真卖了吧？卖什么卖？那是敌人的糖衣炮弹，咱们得坚守阵地。明着买不下来是吧？行，随时保持通讯，等我混进去拿到他们违规的商业机密，直接把这破厂连根拔起。可是陆总，您的身份……我现在没有身份，只有代号王大强。大强啊，昨天请假干啥去了？是不是去面试别的工作了？大娘可告诉你，现在外面大环境不好，你这种破产中年人，除了我这里，谁还要你？大娘说的对，我还是觉得咱厂子有前途。大娘，你看我表现这么好，能不能让我去配料室打扫卫生？配料室是机密重地，你一个搬运工去什么去？去把后院那200斤烂白菜给我剁了做酸菜。200斤烂白菜，我的手！查，给我死死的查那2个老家伙的社会关系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他们的弱点。大爷，您能听懂我说什么吗？俺不卖羊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性命运？只要拿下这个大娘，就等于扼住了整个黑心作坊的喉咙。
大娘还在对账呢。看您天天这么操劳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这不，买点好吃的犒劳犒劳您。算你小子有良心。说吧，无事献殷勤，想干嘛？要求涨工资免谈啊！瞧您说的，我哪是那种人？大娘，我看咱们厂生意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考虑扩大规模，或者干脆找个大公司收购了呢？您和大爷拿了钱，去海边买个海景房养老，不香吗？大强啊，你懂得还挺多。大娘问你个事儿，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，你手底下有个极其赚钱的项目，但有个竞争对手死活要收购你，你卖不卖？当然要卖！资本的核心在于流动和变现，高位掏钱转移给收购方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小伙子，理论学得不错，但你忽略了一点。哪一点？老娘不差钱，老娘就是想看着那个所谓的竞争对手急得跳脚，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把他们的背景调查报告加紧送到办公室。陆总，资料全在这里了。属下斗胆建议，咱们对那个厂子的内部瓦解计划，要不就算了吧，惹不起的。算了，你让我咽下这口气。在商界，还没有我陆庭渊惹不起的人。既然他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先掀了他们的老底。防毒面具老头，是我那个离家出走、满世界找不到的亲爹陆建国。戴口罩的大娘，是京城苏氏财阀的掌门人苏秦太后。备车，快去老城区！老陆，你那几件破老头衫都洗得透亮了，还非得大老远回来拿，都不够费这趟油钱的。你懂什么？那叫原生态透气，穿着舒服。两个老顽固跑去郊区躲几天，就以为这事儿算完了？给我听好了，今天谁来都没用，连人带着破院子全给我推平了！老太婆，往后退点，别让砖头崩着你。赵老板，光天化日强拆民宅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？在这老城区，老子就是王法。知道老子背后的最大投资方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们这俩捡破烂的，是鼎鼎大名的陆氏集团。好你个小兔崽子，平时管我吃水煮西兰菜就算了，现在手底下的狗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老子在京城商会的靠山，是苏氏财阀的刘副总，左手陆氏，右手苏氏，你们两个底层的蝼蚁，拿什么跟我斗？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还能大发慈悲，给你们留200块钱打车滚蛋。哦，陆氏集团和苏氏财阀，推土机给老子上！把这破院子和他们的破烂全给我平了！陆总，哎呦喂，陆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您来之前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亲自迎接您呢。陆总，您放心，这2个老钉子户，我马上就。爸，我可算找到您了，我求求您跟我回去吧。
爸，家里的营养师我全辞退了。你想吃路边摊，咱们就吃路边摊；想吃红烧肉就吃红烧肉。你别在这装流浪汉，吓唬你亲儿子了，行不行啊？这是你手底下的人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还要用推土机把你老子我给平了！陆老董事长，刘总救命啊！我惹上陆家了，你快帮我说句话！商会内审部吗？我是苏秦，通知集团纪检部门立刻查办刘副总。另外，赵氏承建商涉嫌涉黑违规，这已经触碰了法律底线，立刻冻结他们所有的工程款，并让集团法务部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连夜移交市公安局扫黑办，配合警方彻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苏董，放过我，我没挪用公款。陆家堂上皇和苏家皇太后居然为了200块钱房租，在这个破院子里当室友。老头事儿，废纸壳，收废品，连一个茶叶蛋都舍不得买。苏氏财阀的掌舵人苏秦大董事长，您这微服私访的戏码演得挺全套啊！不去拿奥斯卡真是屈才了。被人追债，身无分文，10块钱的猪脚面吃得老泪纵横。陆大董事长，您这破产流浪汉的人设也立得十分稳当嘛？怎么，体验底层生活好玩吗？你明明认出我了，居然还心安理得的收我50块钱房租。你不是也心安理得的喝了我3个月的白米粥？怎么，陆氏集团的太上皇肠胃这么好打发？爸，苏阿姨，你们俩这是在玩什么新型的商战吗？闭嘴！起驾，回府。爸，这些都是空运来的顶级食材，您快尝尝，比那路边摊的猪脚面强10000倍。撤了，看着就倒右口。苏董，这个项目如果拿下，我们的利润率将提升3个百分点。今天废纸壳的回收价好像跌了2毛钱，亏了，也不知道那个倔老头现在有没有按时吃饭。没我盯着，他那个胃病肯定又要犯。苏董，会议暂停，张秘书进来一下。去，派几个机灵点的人去陆家别墅附近转悠，看看那个姓陆的老头最近到底死没死。龙哥，大半夜戴墨镜，我连烤韭菜都看不清了。闭嘴，少啰嗦，这叫顶级安保的专业素养。哟，这不是陆家的龙哥吗？大半夜不在半山别墅守着太上皇，跑这儿来干嘛？怎么跟老头捡破烂抢地盘啊？苏家的虎哥不也一样？怎么，你们苏太后又想念老城区的废纸壳了？唉，行了，别装了，老实斗底吧。苏总非逼我来看看，你们陆老爷子最近有没有吃苦？巧了不是，陆董死活让我来盯你们苏太后。唉，兄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们老董事长回去后魔怔了，
天天逼着5星级大厨用生锈的铁锅给他熬白米粥，熬不出那股穷鲜味儿，就要扣厨师工资。你这算什么？我们苏董更离谱，他让行政部把全集团高管每天喝完的矿泉水瓶全收集起来，堆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。现在那屋子一进去，一股浓浓的废品回收站味儿，谁敢劝就开除谁。这老两口明明心里都有对方，非得死鸭子嘴硬，苦的都是咱们这些下属啊！猪酒面摊要没了，那怎么行？那可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。猪脚面摊要没了。那个卖猪脚面的老王是个实在人，当初看陆建国饿得可怜，还多给加了一勺汤。这种充满烟火气的好人，绝不能被资本的洪流随便扫地出门。张秘书，今晚的所有行程取消。把后门的电子锁偷偷解开，别让老爷子推不动。还有，赶紧把那辆低调点的黑色大众开出来，隔着一条街慢慢跟着。告诉兄弟们都机灵点。老爷子要是腿脚酸了想打车，就赶紧把伪装好的网约车开过去。师傅，快！老城区夜市。也许能碰见那个气人的老太婆。老王，锅面摊别撤！哎呦！苏大董事长，您的豪车呢？怎么又穿成这副穷酸样了？陆大董事长不也一样？怎么，山珍海味吃腻了，又来蹭人家10块钱的猪脚面了？两位老哥哥老嫂子，别笑了，我这摊子以后摆不成了，人家新商管公司要赶我们走。赶你们走？谁定的规矩？赶紧的，赶紧的！这片马上要建高档商业街了，你们这些低端路边摊影响市容，今天必须清退，再不走，连车带锅给你砸了！新建的商业街，开发商是不是叫星辉地产？哟，你个捡破烂的老太婆知道的还挺多。没错，香辉地产那可是大财团，识相的赶紧滚！喂，小李，老城区那个星光地产的新商业街项目是我们苏氏投的吧？通知星光的老总，商业街 C 队的黄金铺面给我留出来，免租金10年，签给一个叫老王猪脚面的商户，立刻办。老太婆，你在这演什么霸道总裁呢？还苏氏？你要是苏董，我就是玉皇大。喂，董事长，一个蠢货在夜市惹谁了？苏氏集团的总部刚下达死命令，立刻把最好的商铺给一个卖猪脚面的大爷，快去办！办不好，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！老王，别理他，今晚这面摊接着摆，给我上2碗猪脚面，多放香菜，少放葱。今晚我请客。那感情好，我今天可是连买茶叶蛋的钱都没带，就指望陆老哥这顿饭了。什么商业帝国，什么商业版图，哪有和知己一起在老城区收破烂？唠家常来的痛快。今天晚上我发一份资料给你，
后续工作你来负责。老太婆，今天战果颇丰啊！收纸壳和矿泉水瓶，一共赚了58块5毛。这笔巨款够咱们去吃顿米其林3星，还是去夜市撸个串？吃什么米其林？撸串，我要多放辣子，多放孜然。老规矩，你请客，我不买单。得嘞，你坐稳了，目标老王烧烤摊，全速前进。